上午来了个男士啊，挺有意思啊。那择偶要求直接给我惊呆了呀。91年的，有点瘦，做家装设计的，年薪呢不到10万。问他想找个什么样的，他上来就给我来一句：“老师，我妥协了，你看着办吧。”我当时有点懵啊，什么意思就妥协了？这不找了还是随便就是找个女的活的就行啊？他接着跟我讲，自己30好几了，没谈过恋爱，要能力没有，要事业不咋地，靠自己太累，靠父母靠不上，就想找个有钱的离异的女人结婚。只要对方不带孩子，条件比他好，有车有房，能加他的名字啊，不要彩礼就行。我听完呢，我自己都懵了好一会儿啊。我先是问他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大都没谈过恋爱呀？他说自己之前呢是比较执着于处女情节啊，有一点精神洁癖，所以一直都给拖大了。听完我就觉得更不可思议了。你说你都有处女情节了，你都有精神洁癖了，你为什么现在又开始找离婚的了呀？他还有点自我认知啊。哎呀，说我全身上下就未婚这么一个优点了，找个离婚的，这样啊谁也别看不上谁了。而且呢，我也妥协了我的情节，所以啊，理应跟他要点补偿啊。我问他，我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啊？他说女方年收入在50万以上，离异不带孩子，有房子，能给加名字，最好还给他一辆车。哎呀，你看看兄弟们啊，魔法打败魔法呀！听完那一瞬间啊，哎呀，你是悟了。不论男女啊，这么大年龄没谈过对象，自身一定是有问题的。30好几，经济条件不行的未婚男，也不见得比离异要好。那些经历过婚姻、阅历丰富的离异女人，对你这种未婚的都是降维打击。他们的要求只会更高，要么你有足够的性价值让他们喜欢你，恋爱脑就是非你不嫁了，要么你有足够的经济价值让他觉得可以跟你过好日子，他有钱那是他的事儿，他以后那是要花你的钱的吧。落到实处啊，你没车没房，年入不到10万，想找个年入50万的，女方的经济价值呢直接吊打你啊！你们俩都不在一个档，你30好几啊，没谈过对象，对方大概率凭经验也能知道你这个人性价值不足，所以啊，价值不匹配，注定你即便未婚也娶不到这样有钱的离异女人。他听完我说的有点不情愿，那我条件差，我娶老婆被人嫌弃了，那我愿意上门了，怎么还是嫌弃我条件差？咱就说的直白一点啊，不管你是娶还是嫁，人都会选择对方身上有利于自己的，所以啊，你想吃软饭的话没问题，但是想吃的舒服还是要花点功夫的，谁都不是傻子，你没有一点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你就别指望别人凭什么给你买单啊？他听完呀，择偶要求变了呀，说那有没有条件差点的处女啊？我也可以，哎，不嫌弃我条件差，我就跟他凑合过着。我一听啊，摇摇头，没有。这男人自始至终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娶不上老婆呀。人要是没点自知啊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最近啊，确实有不少人联系我，想做上门女婿，想靠婚姻少奋斗几年，那毕竟靠自己太累了嘛。我真心奉劝那些想做上门女婿的男士们啊，你先找找自己的长处，不要想着自己没点优势，仅凭着你是男人，你愿意上门就可以找到有钱的富婆。有钱的富婆是被你的价值吸引的，而不是一上来就是被你剥削的。不论男女，想靠相亲走捷径吃软饭，那可真不是那么好吃的。宝，散会。今天呢，咱讲点相亲市场上现实的东西。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我以后不收了，这是市场决定的。我记得我说过一期啊，希望女人能够早点结婚，千万别拖到30岁。哎呀，想想当时那个画面啊，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可怜呢，被喷的那是体无完肤啊，一个个的都跟拿那个霰弹枪一样，朝我发射，都不带解恨的。啊，有你管，宁可不嫁也不错嫁。哎，女人过了30岁依然活得精彩，二婚带娃我也能嫁高富帅。行，维持你的最后的面子啊，你就做梦去吧。有一位大龄姑娘，今年是33岁啊。当年她很着急的来找我找对象啊，也就27、28岁，人条件挺好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有车有房，长得也挺漂亮。那个时候呢，还不到30岁啊，想认识她的男士呢也有不少。她说自己择偶要求不高，想找一个有眼缘，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就行。这要求一听啊，像是那不算太高的，可后来介绍起来是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。给她介绍个身高170事业单位的，嫌男方哎呀出门走一起啊丢人。介绍个185做老师的，嫌男方啊太高太瘦的和骷髅架子一样。找个公务员给他吧，哎呀，嫌男方姿态高不想被拿捏。好不容易啊找个个子也不错，长得也舒服，在国企工作的，又嫌人家太忙没时间陪他。好了啊，折腾了好几年，介绍了不下20、30位，不是他看不上别人，就是别人看不上他呀。今年折腾到33岁了，和我说后悔了。现在呀，不管谁，只要条件差不多就嫁了，想闪婚。这女人一旦过了30岁开始啊，相亲对象的质量确实是明显下滑一个档，一位不如一位。她还反问我啊，为什么我这边的资源越来越差了？姐们儿，你是心里真的没数吗？啊，和你同龄差不多这类男人，人家都结婚了吧？那剩下那些屈指可数优秀的，都嫌你过了30了，人家还想找年轻的来。本来资源就不多，一堆女人还跟你抢，你还各种嫌。
他说我这不是年龄大了，越来越不甘心吗？也不想将就的找个差的吧。嘴上告诉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人好就行。结果呀，就想捡漏的10000度近视的高富帅，退而求其次，也要高富帅占2项以上。刺激的我是血压是上蹿下跳的。有时候啊，难得遇到个合适的让他来看看，不是今儿没空就是明儿没空的，让他给气死了啊！错过了又是各种的后悔，想吃回头草，人娃都给造出来了，你说那话有啥意义呢？我说咱要是没合适的，那就看看离婚的吧，离婚有不少条件好的。他坚决反对啊，生气啊，说我未婚怎么可能要嫁给离异？行吧，那就再等等看看。前段时间啊，他家谁亲戚啊，就有一个比他小9岁的表妹结婚了，完了崩溃了，焦虑了啊！害怕自己嫁不出去，觉得自卑丢人，和我说闪婚，条件好就行，不挑了啊！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了一个同龄的170左右，国企管理岗硕士学历啊，男方条件很好，就是胖点。这俩人呢也谈上了，没出1个月呀，又拉倒的，这给我气的，真的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。嫌男方处处不主动，啥都得让他来做，吵架呀都不愿意哄他，听得我呀，他不哄你不会哄他吗？很生气的对我说，那不成，哄是男人的事儿。行了，我也给怼的是哑口无言，无话可说了。我现在呀，只要是一看他给我打电话，我那个魂再跑一个。不是我制造焦虑啊，姊妹们啊，你们听我一句劝，女人一旦过了30岁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资源会越来越差。当然呢，男人也不咋地，只不过相对来说啊，女人过了30岁，这外貌体态变化就会很明显，生育价值也会相对贬值，这是市场决定的。你见市场上谁不想买早晨的白菜啊，又鲜又嫩的，那晚上的白菜你要搞个特价的，抢你的还都是一堆老娘们儿。你优秀不假，你赚的多也不假。我也承认啊，太多的大龄剩女啊，拎出来都要比那些好多男人强。可这个市场呀，你要比的不是你的经济价值，而是性价值和情绪价值，这才是你的牌面。就是说你年轻漂亮有活力，性格好，对吧？你要是年龄大点啊，咱有点女人味儿，温柔点，赚的钱帮男人分担点压力也行吧。啥玩意儿都不愿意给，整个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回家呀还得被你压迫着。这日子除非是脑子抽了风的极度爱你的人才愿意和你这样。女人最重要的是你的年龄啊，不要因为忙，因为想赚钱，因为想工作而耽误自己。聪明的女人啊，人早就从年轻开始下手了，主动扩大一下异性圈子。你不找啊，耽误的是你自己。后面别嫌年龄大了，找不到就行。你要是找到条件不错的啊，千万别作别闹，好好珍惜啊，早点结婚。错过了你哭啊，你都没地儿了。今儿啊，我让一姑娘给笑死了啊！有些人呢，找对象那都是找怼的呀。她说自己有一个谈了3年的男友，特别没有上进心啊，快30的人了，1个月拿着8000的工资，除了2人吃喝，那真的连个毛都剩不下。他想买个包包，买个化妆品啊，那都买不起啊。他又想着自己身材又好，长得又美啊，那跟个没上进心的人，那不太亏了吗？就跟我咨询打听啊，他在相亲市场上能找个啥样的？有没有条件更好的一些啊？补充说一下她男朋友的情况啊。28岁，本科学历，在国企的管理岗，月薪8000左右。父亲啊是个医生，母亲是个教师啊。这家是南京的啊，南京市里有2套全款房。我一听这男方条件还可以啊，我问他什么条件，他说呀，28岁，在超市做库管，听着也是管理岗啊，1个月2000多点，忙的时候加上业绩啊，能得到这3500。父母在农村务农，家有自建房3套，独生女。我听完着实是有点震惊啊。姑娘，你说的对啊，你男朋友啊不仅没有上进心，还一点都不像老爷们儿。1年10万，国企工作，父母双退休啊，有车有房还2套，居然找了一个农村妹，1个月2000，还得给他买包包买化妆品，还好心供养了3年。你这不就是没有上进心吗啊？咱能不能有点追求，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一样？这姑娘是好赖话听不出来呀，跟我说呀，我闺蜜啊，那男友无敌了啊，28岁人自己创业，1年轻轻松松入账50多万呢。她亲戚家的表妹啊，那嫁的是企业高管啊，又有钱又有权呀。到她了，嫁个月薪8000的男人啊，心里是越发的不平衡啊。听完我就跟她说啊，你看你这比的都是些快30男人，你应该比人家比尔盖茨啊，21岁就创办微软，扎克伯格20多岁就是顶级富豪，那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啊，28岁就已经赚取了数千万的美元。你男朋友都快30了，还默默无闻呢，你就想着，拿着月薪8000的工资，明显就是能力配不上你。听我的啊，分了吧。这姑娘反过劲了，问我说，你是不是说反话呢？我说你自己品吧。她说呢，想趁着自己还有2年的青春，找个靠得住有潜力的男人托付终身。我问她什么是有潜力啊？她说这市中心啊，有车有房全款啊，年薪30万以上，独生子，个子高，长得帅。姑娘，你想把自己托付给这种男人，想想我也想啊，可人家也得收吧。你所谓的托付是想靠着男人养你一辈子吧？不工作，不还房贷，不还车贷，一天天还能美滋滋的各大商场去 shopping，美其名曰的爱情啊，其实就是压榨。
她说她自己也有优点啊，长得漂亮，男人见了都会喜欢上。我一听拉倒吧啊，有这条件的男人，人家要么找个家庭条件相当的，要么找个工作匹配的，要么找个就年轻漂亮的，你哪个沾边啊？合着相亲市场了就你一个女的呗。昨天一个98年，你说啥？哎呀，长得真好，刚毕业就来找对象，人家不比你年轻漂亮吗？择偶要求啊，男方有车有房，接受贷款，学历本科，年薪10万就可以，想着两人一起奋斗啊，什么都会有的。你瞅瞅你啊，想来相亲你也得有点那个啥数吧，几斤几两都不看看吗？你负责美貌如花，他负责赚钱养家，人家是赚钱越来越多，你这朵花却慢慢的凋谢。如果身上没有利于他的输出价值啊，我想着人家该换花了吧。有些人你就想不明白他到底要干嘛啊？谈感情就喜欢看着锅里吃着碗里，骑驴找马这事儿那是王八犊子干的。你要是相亲啊，你看不上人家条件啊，眼高手低啊，你直接给人拒绝了，那没人说你道德。你说说啊，你都谈了好几年了，突然要权衡利弊一下，哎呀，我男友这条件是这不行那不行，这配不上那配不上的。还没点自我认知啊！你这条件明明就是配养猪王老五的命，哎呀，偏偏认为自己就是镶金带钻的。还有那些说别人没上进心的啊，你直接点说你钱不够花不就行了吗？扯什么上进不上进的，哪那么多事啊？好了啊，散会。